文化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你去界定好，然后大家按照你所制定出的这些 policy 去运行的一个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文化。学会用他们的语言来沟通，然后来影响这些团队，甚至是影响你的上司，我会觉得是设计文化的一种扩展吧。那我欢迎 Lucas 来做客我们的这个小团体，给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设计团队的一些想法。Lucas，要不你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 Lucas，然后谢谢 Peter，组织这个活动邀请我过来，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在工作里，还有在整个做 design 的这个 career 里面，所见所闻，对这个设计文化和团队文化的一些理解。Lucas，我觉得嗯。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说你也有很多经验，包括在大厂、创业公司的不同的团体的大小，还有不同的文化下，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设计团队的一些文化，包括公司的一些理念是如何影响到设计团队的这些文化呢？我就先可能自我介绍一下我的背景，然嗯。后和我工作过的一些团队的大小吧，可能对我之后的回答会有一些这个背景的介绍。对，我本科其实是学工程的，之前也做过一些像工程师的工作，但是都是在实习的时候。在第二家公司的时候，我本来是一个 engineer，很不幸的就是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为做的一个项目，因为是一些名字里面有什么那个一些特殊的标点符号，导致整个系统崩溃了，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因为这件事情，我老板就把我介绍给了这个隔壁的设计组，觉得我可能在那边会更有发展一些。到那边之后，就做了我第一个 design 的这个项目。大学其实有在辅修一些纯艺术的课，还有一些 HCI 的课。所以从那边开始做 design，一直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我后来 full time，一直都是在做跟 design 相关的东西。在实习的时候接触过很多不同的 size 的公司。在实习的时候，最开始是在 Microsoft，在 Microsoft 的4个不同的城市和组里面都有工作过。在 Windows 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人的那种大的设计团队。最后是在 Azure 下面，就是 Microsoft Research 下面有一个做医疗的小团队，差不多是20个人，15、16个是医生，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偏向于这种健康医疗的系统。在那个团队里面，我是几乎可以算是唯一的一个 full-time designer，我就负责整个新的 incubation 的项目的这个设计。然后后来招了很多 contractor 进来，但是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 drive 这些项目。然后这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后来，又去了 startup 从零开始创立一个组，差不多到10几个人。后来 manage managers，可能这方面又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现在在 Apple 的话，我是做 App Store 相关的一些design。我们组里的每一个人之前都是做过 manager 的，大家都是那种你自己去管理自己，然后自己去管理一整个项目，然后你可以招 contractor，你可以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都可以提出来。公司的话，如果他是愿意支持你去做任何事情。这种文化下又是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倒是可能很难去界定说，这个世界有多少种文化，就甚至说单纯从设计来说，就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微软，应该是 Windows 的 Design 的 VP，我跟他交流过这个问题，我说，你觉得我们组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发展？就怎么样一个文化是最好的？他当时跟我讲的就是文化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你去界定好，然后大家按照你所制定出的这些 policy 去运行的一个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文化。你每招一个人进到一个组里，这个组里的文化就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个人同时也会被文化影响，这个组也会被文化影响。这是一种很互相的影响，很难说哦，我这个组的文化是怎样的，因为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改变这个组里的文化了。然后文化其实就是人，人是怎么样的，文化就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就很涉及到一个公司你是做什么的，你现在的 size 是多大，你的 vision 是什么？你是希望去上市，还是你是希望去做一个自己很热爱的东西？甚至说到同一个目标的不同的阶段，可能文化都会不一样。你组里有一个 designer，唯一的一个 designer 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你有100个 designer，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你们现在是想好好去做一个东西，还是你想去疯狂的 expand，还是说你嗯想去把一些多余的东西扔掉，重新去考虑一个项目是不是要重新开始，或者去把一个东西分离成很多个，它文化都会很不一样。我觉得是文化没有对错，然后文化也嗯不是一个既定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 dynamic 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就是要找到对我们最舒服的方式。这个文化怎么能帮助我成长？我能怎么嗯。去正面，可以说以任何形式去影响这个团队和公司的文化，都是我们可能每时每刻要思考的问题。这种很 dynamic 的关系，可能也是一直要去不停的改变的。我也非常同意你刚才讲的一点，其实你团队的文化就是由每一个人所嗯表达出来的这种文化来组成的。你刚才也有提到，就是，作为一个个人，你是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一些设计文化的。那对，么你会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们应该如何影响或者是参与到这个团队的文化建设当中，嗯。甚至是作为某种程度上作为组员，或者是作为一个求职者，我应该如何去判断，或者是有时候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是2个方向的问题。第一个方向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团队的建立者，我对这个团队是有一定预期的。我是一个 manager 或者是一个 owner，我想去创造一个团队，甚至我去影响一个团队的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我是作为一个 player，我已经在这个组里了，我应该怎么去影响？我们先说第二个，如果我是一个组员的话，我怎么去影响？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它可能涉及到很多一方面管理学的知识，就是我应该是可能经验占一部分，但我觉得可能真的去阅读一些article 啊、一些书籍啊什么之类的，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然后，但是对于我自己个人怎么样去影响我现在所在的团队，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而且，其实，在很多不同的组里、公司里，你能影响的方式也都很不一样。它也是分为2个方向，一个是我主动的，一个是我被动的。被动的嗯就是我什么都不需要去考虑，我也不需要去想，哎，我应该怎么样做。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 diversity 这个东西，其实它不是说嗯我想去怎样影响，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每个人的文化的从小长大的这个经历都不一样，甚至说我说的语言不一样，我接触到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是在比如说加拿大读书，在美国工作，然后在欧洲实习过，这些所有的背景其实都会变成你去输出给这个组里的一个 diversity 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其实也是很好的。我之前有一个 manager，他在之前 Adobe 的一个conference 上面讲过一个话题，就是多样性是如何影响一个组里的 productivity 的。我觉得很 insightful，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找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街边的那种，你按一下红灯，它会叫，它叫了之后，你可能会听到。那个东西本来它是 design 给一些有残障的人的，但是现在在街边玩手机的人也可以用它去知道什么时候该过马路，然嗯后或者之类的，甚至说按一下那个门，然后门会自动开这些功能。本来它在设计的时候是为了一个某一个固定的群体，但是最后它会受益给所有的人。其实 diversity 这只是可能100个方向中的一个方向，它也是会这样影响。就是我认为在我的文化下，在我认为是一个对我有帮助的 design，可能是单纯只是一个方向的，但是之后很多人都会受益，很多人都会发嗯现，哎，这个东西好像还可以应用到很多别的方面，这就会让你的 design 更 complete，让你的 design 更 user friendly，最嗯后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产品。然后这就是嗯可能很多方向中一个 diversity 是怎么样影响一个团队的。这种东西是嗯你被动的，这个其实可能也算是一个 manager 他可能要考虑的东西。我的组里，我的人够不够 diverse，大家的背景是不是够不够 diverse？尤其像 design，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最开始是学什么东西，是不是转到 design，还是本来是学 design 的？嗯我自己是学 engineering，一开始我身边的同事其实学什么的都有。
尤其是我在做这个 healthcare 的时候，有以前做这个 practitioners 的，有做 nurse 的，有做一些 research 的，还有什么 chemistry 的、chemical engineering 这种，还有我们平时说的这些，甚至说性别、男女比例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可以给组里有很大的一个 push 的。从自发的我自己能做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让你自己有一个 sense。我在微软最后 Microsoft Research 身边全都是一些医生，他们对设计和 arts 等等这些东西理解不是特别的多。我会每周给大家发一个 newsletter，然后里面就会有比如说最新的一些什么 design trends 呀，然后还有一些 bad design，就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部分，就是什么，比如说你在湾区对吧？湾区街边停车的那个几点钟到几点钟不能停，几点钟又怎么样，要 street cleaning 等等，就是一大串下来，这就是很不好的一些 design。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可能可以去 improve，甚至你不用去 improve，你只要理解这个问题，你发现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渐渐这个问题就会被解决掉。因为大部分时候就是我们连问题都发现不了。那这种方向，我就可以用一个 newsletter 去影响组里的人，大家就会更 嗯 appreciate design，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组做的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让我看到了。哦，一个电梯的按钮其实可以设计的这么烂，然后我自己也嗯感同身受的觉得一个很差的 design 是会真的影响到我的生活的，他们就会更 appreciate 这个一个设计。这个时候可能也会让我们整个这个合作的关系，让我们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效率什么都会更高。然后所以这也嗯，是一个你可以去影响一个组，你能提供一些什么给这个组里大家没有的，你提供之后大没错。家可能会感兴趣。就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去根据你自己的在这个组里认识所有的人的等等这些经历去影响。嗯，可能我想补充2点是说，就嗯是一个是你刚刚提到 diversity，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嗯嗯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也会是，就是如何去理解每一个人他擅长的一个位置，如何去组合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项目上，尤其是在一个团队上。可能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会是更多的去思考，哎，我组里面缺失哪一种文嗯，化，或者是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组能够更加互补？我觉得，很多时候相对来说会去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反过来，从为组员的角度来说去考虑的，可能就是，哎，我如何创造自己独特的一个价值吧？可能不光是如何去选择一个团队，而且更多是说。哎，我怎么样？不光是影响这个团队，而是我长期从 career 的角度来说，我怎么样能够带来一些独特的价值，影响这个团队，在某一个方向上有一些独特的思考，我觉得会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帮助到你。对你刚刚说到这个求职和自己的这个方向，我就想到一点，看就是自己个人的性格和我对，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很 I 的人，还是我是一个很 E 的人？我是希望去怎么样影响？因为有的人他是说，哎，我希望这个组可以是一个什么方向去变化，我可以影响到每个人。有的人是说，哎，我觉得这个组很适合我，我想去 blend in，嗯。我想去 fit in 这个 environment。然后这个其实也是要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其实最后都是会对公司或者对自己对项目都是最好的。就是作为设计组，相对来说，我们也需要跟很多跨职能的部门，比方说 PM 呀、engineer，甚至 marketing 去打交道。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就是文化也好，或者是团队也好，一般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者怎么样能够促进这种合作？合作这个问题，就是对 design 来说，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因为设计这个东西在放到20年前吧，都不用远说，其实可能10年前，甚至很多公司是没有 design 的。很多公司是谁来做 design 呢？是要取决于可能这个企业是做什么的，有的是 PM 来做，这个其实嗯看起来很正常的一件事儿，甚至今天还有很多公司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单词叫什么 PM Mark。那如果一个 PM 其实他比较懂 design，甚至对这个 design 的 tool 比较熟悉的话，他们做的那个事情跟我们做 design 的
原理是差不多的。有一些公司它就是 engineering 来做 design，很多项目大家其实都没有太去多思考，就是我有一个功能要实现，然后我提供一个 interface，把这个功能实现了，我这个 design 就算结束了。其实这个东西算是很新的一件事儿，在合作里面，比如说像 Apple 的话，很多人觉得哦，Apple 好像它的 design 是做的很好，是不是他们的 designer 可以push 很多之类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 there's no magic，然后我觉得苹果它可以把 design push 到很远的一个原因就是不仅仅是 designer，但是在我们这个组里，甚至我交流过的所有的这些组里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很 appreciate design。但是他们自己都很热爱 design，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是在公司面试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向，就是说，哎嗯我是在找一个 engineer 啊，但是我可能会问你很多跟设计相关的问题，不一定是说 interface 的，但是可能比如说我会去想看你对设计的这个感受怎么样，所以在我嗯们在推进一个设计的项目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很多很好的问题，甚至我们也会说，经常会有一些讨论，我们可能有一些 edge case 想不到的，他们会说，哎，如果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就会有很多嗯这种非常好的碰撞。然后，所以一方面，如果你的团队已经非常 appreciate design 的话，我觉得就是 keep it open，把你做这个东西的每一个想法可能说出来，让他们觉得我做完这个东西，我很 proud of myself，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很 make sense，我在做这个东西，我在付出努力。去改变，我再去写 code 的时候，我再去跟不同的人交流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文化的影响。然后，但还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对这个设计没有那么重视，甚至说可能比如说有些我之前在 startup 的时候，我们非常着急的想去 push 一些 feature，比如说有这个很多 investment，他们要看到很 promising 的东西。我必须要在这周五之前把这个东西 push 出去。这个时候就会说啊，那我们牺牲什么呢？对吧？你总不能牺牲 engineering，那就牺牲 design 吧。所以经常说，做 designer，我觉得可能大家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心中有一道白月光的，我觉得，哎，这个是应该怎样的，但是嗯可能会被不停的 push back。哦，现嗯在的状态是零，我们的 ideal 的状态是100，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可能会做到120，我们的预期是你能达到个60-70就好了，往往我们都会在10到20的地方就这个 trade off 了。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还是理解每一个人他们想要去达成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对这个 design 没有 appreciation 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是一些 tech 的原因？每个公司还有不同的这个文化，这个文化你怎么去看，对吧？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Facebook 的同学？刚刚财报上就是有看到他们今年 Q4的这个利润里，还是有90%以上都是在广告这边的。那就是嗯说我作为赚钱的方式，我整个 business model 就是需要去用数据说话。那我做一个 design 出来之后，甚至你做了2-3个 design 之后，我需要去做决定，甚至说我需要去达成最后一个最终稿的这个 driver，可能就是 data。我需要用 data 来 drive，因为这是我的 business model。所以这个时候 design 可能不在最高的 priority 上，这个时候就要知道我们作为 design 能影响到什么，我们能影嗯响那部分。可能在这个部分里，我们做足功课，然后但是在很长远的一些 long term 的东西上，可能中间会因为数据或者因为公司的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影响。然后这个时候，嗯我在这个公司里作为一个 designer，或者这个项目里，我作为一个 designer，我能 push 的那部分做到我能做到的就好了，然后不嗯，要不要太 take it personal。对，像 Apple 的话，它大部分的财报里面的钱还是去到 iPhone 和什么 iPad 这些 sales 上。那这些 sales 都是它最终的受益人都是 consumer，就是说我们是要去为用户设计的。所以这个东西好的话，如果它设计的好，最后是符合我们的 business model，符合我嗯们利益的。然后所以说大家都会去 push design。我认识很多做呃我们叫什么 B to B 或者做什么 SaaS 的design 的朋友。其实他们的这个逻辑上面的那些很多，我思考一个东西 end to end 是怎么样去运行的，嗯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所以很多 designer 他可能是对这方面更感兴趣。我可能对，我作为一个用户，我要从 interact 它第一步到最后一步，我怎么去让它多用我们的东西，这种东西它对，是两个方向的 design。
我之前在做medical device 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医生，这是他的工作，他进入他的 office，他要打开这个 app，你好不好用，能不能用，你都要用，所以我这个 user retention 什么，就它不是一个我的 priority，我的 priority 是我要满足他们需要的每一个功能，我不能去让他在某一个时段突然一声愣在那个地方，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所以我可以让它不那么 user friendly，但是我需要让它 make sense。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下、不同公司的这种状态下，都是我有不同的方面去影响。我觉得也有一点是，就是作为设计师吧，在跨职能的这种团队之中，我觉得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educate about design，就是其实你是可以传播设计师在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包括我嗯们是在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就包括我自己在之前的工作的经历当中，可能有一些团队他是不是那么理解设计到底是在做什么呀，然后你们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其他的团队来进步？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也是一种设计，就是你是在设计团队的合作的一个模式。那么你可以去想，哎，我怎么样能够提供给这些用户他们想要的设计是如何影响到其他的部门的？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很多时候真的是就是 influence without authority 嘛，对吧？嗯怎么样能够影响其他的合作的一些伙伴，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还有一点，刚才 Lucas 说的，我觉得很认同的，就是说从 business 的角度来说，去考虑，哎，设计是如何为 business 服务的。甚至是之前我有一个大老板，他就是很 business driven 的。我们也想推一些 design，我怎么样把我的设计来说服他？哎，我们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钱来做 design？当时后来我就想了一个策略，OK，business driven，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 break down to dollar。我就告诉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你用方案 A，我们不做 design system，要多做多少个 component，平均下来每个 component 要花 engineer 的人力要花多少钱？做了 design system，前期的投入要多少，后期的投入要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学会用他们的语言来沟通，然后来影响这些团队，甚至是影响你的上司。我会觉得是设计文化的一种扩展吧。我们如何让其他领域的人了解，哎，设计师是在做什么？我们是如何思考？对，说的特别好，就是 design 的这个领域里，其实我们算是那种万金油，就你作为 designer 是真的什么都要懂。我一直自己觉得，就可能是因为首先我自己是一个 designer，但是我跟很多不同的工种去聊的时候，他们也都认为，一个公司 design 的文化其实能非常大的反映出这个公司整个公司的文化。是因嗯。为 design 是最 visual 的东西，是你能真真切切知道你的这个产品到底在做什么的一个部门。如果我是一个刚刚 entry level 的 engineer，可能很小的概率我会跟公司的 CEO 去有任何交流。然后，但是作为 design 的话，其实你是有很多机会去影响到很多 business decision 的，因为首先人类就是一个很 visual 的动物，对吧？我们是很愿意去用我们看到的东西去做一些 judgment 的。甚至到今天，design 作为一个领域，它其实越来越关注那些更新的领域，比如说之前都是2D 的一个屏幕上面怎么样做，后来我们开始做 touch screen，后来我们开始做一些 spatial 的 design，现在我们在做很多 voice 的 interface。我之前在 Xbox 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做那个 controller base，就你怎么样去用摇杆去控制整个的这个 interface。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要我们去不停的理解，不停的接受，然后我们把它嚼碎了、消化了，做出一个方案来给有 vision 的那些人，vision，他们去对。做最终的那个 decision。然后，所以其实 design 的文化、design 运行的方式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文化。也很同意。我不知道有其他小伙伴有没有就参与过一些公司长期的这种愿景。像我之前有听，像 Live 的 CEO 也有谈到，就是像他们每年都会重新做一个 vision，哎，我们在3年之后、5年之后，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是什么样子？就包括像我之前立的一个项目，哎，我们要
重新假设我们现在不想所有的技术的限制，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2年之后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我们要服务哪些用户，体验或者是整个流程是什么样子。而且这种 vision 的这种 project 其实往往会影响公司非常多，会就像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会取决于一个公司它的一个走向。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哎，那作为一个设计团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平衡就长远的这种愿景，还有一些短期的，有的时候像我们讲很多 data driven 的，就比方说短期的这些目标，我们作为设计团队应该如何去平衡？首先是一定是要有长远的想法的。我之前在这个做一些比较未来的项目的时候，我老板跟我讲的就是，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想一想，3年5年之内能不能实现。如果能的话，就说明你这个东西不够好，不够远。所以你作为一个 designer，可能你是公司里除了去想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以外，所有剩下的工种里最应该有那个未来 vision 的那个人，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东西，它在现在所有的这些 noise，所有世界里所有的这些新的技术也好，新的设计的趋势也好，之后最远的那个东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们都是应该有一个 vision 的。但是眼前的这个东西，脚下的东西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一个公司你一直看前面，你不看脚下也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是在乔布斯的自传里读到的。苹果是从 CEO 到下面 CEO 还有很多 VP，大概十几个人吧，他们会有一个 meeting，然后这个 meeting 里他们会讨论所有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他们会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白板上，他们会做这个白板前10的事情。这个前10的事情就是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开始着手去做的。这个里面有很近期的，也有很远期的。那我们是不是要不停的去重新评估我们现在最要紧的这些事情是什么？然后从这些事情里面去找到我们现在能做的和未来能做的。从比较小的角度，我们眼前的事情是什么？首先还是像你刚刚讲的，是我们要去理解公司它到底想要什么。公司我作为一个 business，我眼前立刻要的是什么？我做了什么东西之后会有马上的这个 impact，未来的那些东西。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从0到100，那我们就是要做2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是120，这个120是要存在的。这个东西，我甚至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会直接说，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但是这是我认为一个 ideal 的情况，甚至它不用是一个 full 的 prototype，它只是甚至是几句话也好。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它变成的样子，但我们今天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前面这部分。那前面这部分我们只能做到30、40的时候，那我就去 push 50。我去 push 50的原因是我们想要这个120。那我在做这个50的时候，最后 engineering 可能会给我拉回到20、30。但如果你当时只是想做30的话，他可能只给你拉回10。然后所以你要去评估到底我能有多大的影响，然后比那个影响多迈一步。这个时候你再用你的120的那个 vision 去 drive 这个 conversation，最后你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比你想要好一点的结果。我本来公司是要做20，最后在你的影响下，它做到了30，那20到30的这部分就是你对公司的 impact。这个 impact 其实是我们作为 designer，或者我在我的 design 的工作中，我是觉得最骄傲的部分。怎么样把20拉到30，这个是 designer 很宝贵的一个能力。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我从小的方面怎么样去影响它，用大的小的方式一起去看一下自己的未来，对自己职业的发展的这个愿景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对 motion design 就很感兴趣，然后但是我自己是做可能 product 更多一点。在我的未来，我希望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我比较喜欢，比如说 graphic 的话，那我在 push 这个20到30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这个 button 变得更 fancy 一点。我会把这个流程的第一步加一个很好看的 cover。如果我感兴趣的是 industrial 的东西的话，那我能不能把这个屏幕的边角或者我的这个 model 变得圆角更圆一点？啊，这个东西太难做啦，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怎么样？但是你给他看一个未来的 design 之后，你能不能影响到他最终把这个圆角？我为什么说到圆角呢？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难 push 了。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我们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些非常 delightful 的小 design 的 tweak，对很多
engineer 或者对很多这个别的 function 的人来说，就是太懒了。对，为什么这个东西有这么难？但如果你能 push 出这一个东西的话，甚至说如果你了解公司历史的话，可能这个事情已经有别的 designer push 很久了，但最嗯后因为你 push 它成功了，哎，这就是你嗯。的大的 impact。它可以在你的 career 上不仅帮助公司的产品变得更好，也可以让你在你的这个 career 里面更多走一步。我可能想补充一点，因为相对来说，我的背景更多是 system design，还有就是做 SaaS，所以我会觉得就是长期的愿景，它所重要的点是，它可能会重新去思考你现在所有的板块应该如何去组合。如果我们就是只关注短期，很多时候就是在不停的在产出，那么很多时候这个产品会就有点像变成一个 feature farm 一样，就是说，哎，我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我提供了所有的这些功能，但是用的人1%、2%，然后很碎片化的一些功能。长期的那个愿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形成一个有点像我们常说北极星或者是向导一样的这种感觉，去重新思考我公司里面所有的这些功能也好，组也好，应该如何有机的组合在一起。然后我也其实非常喜欢 Steve Jobs 有一个观点，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去想一个问题，比方说想这个真正这个 problem 是什么。从 business 的角度来说，发现一个问题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很多产品，它已经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很长时间了，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的产品去解决，或者是想办法能够系统性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多公司它没有办法系统性的把所有的组件都组在一起，把所有的东西 package 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很难。从工业设计的角度来说，我们看 iPhone 也好，iPad 也好，非常精密的组合在一起。其实这当中就有设计的这个理念在，就是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组合，然后把它拼凑在一起。你有了这么一个长期的目标的时候，你如何把它反推，让你的短期目标和你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很多有一些公司他做了 vision，然后就忘了。很多时候，我们如何让团队之间能够不断的去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在做的和我们长期目标是不是符合的，甚至是去重新衡量一下我们的长期目标是不是依然我们想走的这个目标。这一部分让我想起说，你做完那部分之后，你开始真正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 design 现在我们时代的红利已经吃的很多了，现在开始渐渐的有一些，就是大家都开始知道 design 是什么，我们叫什么 everyone is a designer。我记得之前那个 Johnny Ive 就苹果的前 Chief Design Officer，然后他之前有在他一个演讲里面说，任何一个人拿起一个苹果，然后吃了一口，觉得这个苹果坏掉了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苹果坏了。然后，嗯但是他拿出手机之后，他用了2下之后没有过去，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而不是他这个东西的体验很差。就是这是嗯一个时代的红利，因为这些电子设备或者说科技这个东西本身它是超前的。一定是在我们之前，因为我们是叫升级到一个版本，就是这个版本是先存在的，我们是去 catch up，然后所以在 catch up 的过程里，我会觉得，哎，是不是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design 的问题？然后但是越来越多的对 tech 比较有 sense 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哦，我拿到了一个 design 之后，如果这个东西不好用的话，哦，那可能应该是这个 design 的问题，哎，这个怎么这么难用？然后，但是有一些新的 design 的领域，像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 Vision Pro，它的作为一个 spatial computing 里面的一个新的东西，那我在去做一个 spatial design 的时候，那是不是在用户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他会默认的觉得，哎，好像是我的问题，好像我没有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用户他会觉得自己很聪明或者很蠢，这个时候它其实就是 design 我们可以解决的一个你刚刚讲说长期、短期的问题，甚至说我怎么样去contribute 在一个 team 的文化，或者我怎么样去和别的那些cross functional 去合作的一个点，我能不能让用户感觉到聪明？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设计工作之外，我觉得也有就是团队的文化的一个存在。对对对，
这个可能脱离了设计师一点，但是怎么样我们在影响工作之外的一些团队的一些文化，比方说，哎，我们在工作之外，就我们经常讲 work-life balance 啊这一些话题，不知道卢卡斯有没有一些见解？work-life balance，work-life balance 是完全一个另外的话题，因嗯为从这个心理学也好，从这个 business 的角度也好，其实 work-life balance 都是很重要的。对吧？你们有好的 life balance，你们有好的 inspiration，尤其是像我们作为 design 的人，你是很难在 design 的工作里面做好的。我跟我们的一个 design 的 VP 聊过，我问他说你在招人的时候，他不是 design 了，他是算是 product 的 VP，然后他们在招人的时候是招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他会最后说，哎，我要去最后 sign 一个我的名字就可以招这个人进来。然后苹果的整个的招聘的流程其实是很注重 culture match 的。所以在每一轮的面试，我当时面试了可能要有20多轮，然后就是每一个都是 one on one。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任何准备，然后也没有任何 practice，没有任何 whiteboarding，没有任何东西，就是上来就是干聊的那种。聊的整个这个过程里面都，我觉得都是在做这种 culture match。我跟那个人聊，他跟我讲的是，他最看重的人的2个品质。我觉得这个可能超脱掉说是苹果还是哪一家公司还是哪一个领域。然后他说的第一个就是 adaptive，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社会，我们就是一个合作团结起来才能做出很大的东西的一个社会。像之前 software engineer 对吧，都是一个人自己写一个 code 就结束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什么项目是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很多项目甚至都要上千个人一起去合作。那 being adaptive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去影响这个别人，甚至说你是不是一个能立刻融入到一个环境下，然后马上去适应它的文化。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 limitation，你要知道自己的 preference，并且你还要 adaptive。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个就是 storytelling，这个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然后但是说完之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就是人是有输入跟输出的。其实我们上学也好，我们每天不同的在经历不一样的事情也好，都是在输入。然后你怎么样输出，其实整个这个过程都是 storytelling 的一个过程。那你能不能把你脑子里的东西去顺利的表达出来，让别人跟你有共鸣？那这已经是很厉害的了。如果没有共鸣的话，那你能不能把事情说清楚？Peter 刚刚说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如何去 convince 的一个角度，就是我要用你的 language 去说话，我要去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根据你想要的事情去 customize 你的东西。用在我们找工作的方面，就是，哎，我有一份简历，我把同一份简历丢出去1000家公司，我可能能拿到10个面试，但是我嗯把我的简历根据每一家公司的文化和它的 job description 去做 match，然后我去 customize 给他一个简历，那我可能能拿到几十倍的工作的嗯这个面试的邀请。就是说，嗯我要去知道我的优势是什么，并且能把我知道的知识很好的这个说出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2个方面其实都是在说文化的怎么样去让一个组里的文化影响到你，和你怎么样去影响组里的那 storytelling 嗯方面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听一听各种 podcast，对吧？听听大家是怎么讲，自己去可能看一些 articles 也好，自己在不停的尝试去做自己的 portfolio 的一些 presentation 也好，都是很好的去讲故事的方式。然后把每一次你跟同事去聊天也好，你去跟同事去 present 一个 draft 也好，你去做一个 review 也好，把它当成是一个 storytelling 的机会，去不停的寻找 feedback。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能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的方式。这个提升上来之后，就自然而然的 storytelling 就会好，你就可以开始影响身边的文化。Adaptive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可能一方面是看你的性格，但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怎样才是好的。那你怎么样可能都是好的，但是我要去主动的理解，我要去 adaptive。那如果我的 PM 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人的话，那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从真正的数据上去找一些方式去跟他讲，哎，那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或者像你刚刚讲的，你如果不做这个的话，之后会赔更多的钱。
对吧？那所以你在 make decision，那你 make 的 decision 就不是要做还是不做，而是你想赔50万还是想赔100万。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改变一下，可能就会有更好的方式。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很愿意去交流，但是没有什么想法的人的时候，那你可能嗯就要去给对方非常清楚的 pros and cons，你的每一个选择会怎么样。然后，嗯。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些preference 的话，可能也可以加到里面。哎，我更喜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对，我觉得 storytelling 这一个，还有，如何适应一个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给其他小伙伴一个小建议，可能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可以跳脱出就是作为设计师这么一个角色，就比方说，尝试在公司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给一些小伙伴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在你公司里面尝试去跟真是所有的部门交朋友。甚至比方说公司前台打扫卫生的，对吧？你都可以聊两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你可以去聊聊，哎，你在做一些什么，利用这种 storytelling 的能力去了解一下，对方，比方说对方的一些项目在做一些什么。很多时候，不光是看设计团队内部的文化吧，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甚至是工作之后，我们比方说去 happy hour 或者工作之外的一些场合，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够延伸自己的一个触角吧，我觉得是会让你反而在工作当中会有很多机会。一方面，我觉得作为设计师，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个事情，就是在去整合不同的一些声音，整合不同的一些理念到一起。所以，对公司越了解，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同的部门认识的人越多，你会越了解哦，这个公司的愿景是什么。比方说，它的 business 到底大家不同的部门是怎么样去认识我们最后的这个business 的这个 vision，也能够帮助到你自己去做设计。同样，在这个工作之外去延伸自己的触角，你也可以向外去影响你的设计的这个文化。就是这个也跟组的这个大小啊，还有什么阶段呀，也都很有是，关系。如果是一些像刚刚我们说的，如果不是对 design 很有 appreciation 的一些组的话，其实你的机会反倒更多，因为可以把他们 on board 到我们这个 design 的世界里面来，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一个人他自己就是我们人类天生有一种喜欢把东西 organize 起来，喜欢逻辑性的东西，怎么第一步后面为什么是第二步，问后面为什么是第三步的这种事情，我们都是很痴迷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个 decision 要 make，但不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东西，但是一个非常 visual 的东西，它的结果也没那么重要的时候，你大可以做一个小 survey，然后把这个东西发给那些对 design 可能有想法或没想法的人，让他们说，哎，你们来看一看，应该是 A 还是 B？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我参与了这个 design 的过程，在后面他们做的时候，你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就可以说。engineer 他们也有很多参与，对吧？他们也参与到了我们整个 design 的这个流程中啊。他们自己首先会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个东西，我更有这种归属感。然后我们之对，前带我们那个 startup 的design team 的时候，我当时是让组里每一个周五都是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完全不做任何跟工作相关的。这个之前其实 Google 他们有做过，就是把一天你可以做自己的项目。据说很多什么像 Gmail 这种东西都是从这种个人的时间里做出来的。然后，但是当时我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给你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一家博物馆也好，你选择一个 Art Gallery 也好，公司会给你报一个什么年票，你可以每周五去那个博物馆工作，或者你可以每周五去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地方。这种时候也会对你在那个地方的所见所闻，你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下看一个相同的东西所迸发出的很多灵感，然后再交流回组里。然后像刚才 Peter 讲的，就我跟我公司的前台讲一下，在这个我昨天在这个博物馆里突然有了一个什么想法，可能这个东西就会引起一个很新的话题。苹果它其实是很早的一个要求大家回办公室的一个公司，当时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也是 Steve Jobs 之前有讲过说啊，我要把卫生间放在一层的正中间，这样的话，所有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刚刚好都会碰到彼此，然后交流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想法。我自己一开始觉得哦，这怎么可能？但是现在其实也确实是经常能看到，在 Kitchen 还是在
这个卫生间的附近，大家都在聊天，然后聊的东西很少是跟产品有关的，经常聊着聊着，你就会突然有一个想法，哎，好像一个很不着边的东西是可以解决一个问题的。这个时候你把这个东西讲出去之后，所有人都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是一个超脱出我们之前想象的一个框架的东西，这个就会非常的有 impact，因为它不是那种既定思维，就是我说要蓝色，你说要黄色，那我每天都说要蓝色，你就会觉得很 tired，而且你甚至不想听我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跟你说，哎，昨天我看到那幅画上面的那个蓝色好漂亮，啊，我觉得用在我们的 button 上还不错，就一个很离谱的事情，甚至会就是打开一个新的思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影响 design decision。那么非常感谢 Lucas 今天嗯，来和我们分享，看看有没有一些小伙伴有没有一些问题。嗯。记得我们之前我在那个 Microsoft 做 intern 的时候，最后有一个毕业演讲，大家就是好多个问题，说哦好，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就会经常听到，就是这个圈子里大家都会说 be yourself。当我们面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状态去 show 自己的 skills 呢？去让大家认识你。想听一下你的这个看法。谢谢你的问题。首先，一个不容置疑的事情是，be yourself 一定是对的。我觉得大家对面试普遍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面试这个东西是 one way 的。其实我觉得面试这个东西是特别突位的一个东西。你在去面试的时候要带着的一个心态是，我也是来面试你的。然后，如嗯果我是一个很资深的人的话，那我可能会想的是，我的 skill 能不能在你这边用到，我的个性会不会在团队中正面的影响到每一个人，这是我可能要去考虑的。那如果我是一个比较 entry level 的，或者说我是想要去在里面更多的学习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的更多的是我在既定的这种文化下，能不能在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成长为或者更接近于那个我想象中我以后的样子。然后，所以这是我觉得面试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去想，哎，好像是不是我是去回答一些问题被考啊之类的，可能更多的是去学习，或者更多的是去两边去了解对方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有没有就是面试过别人，然后如果大家有面试过 Facebook 的话，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两个人在屋子里面，原因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是在被 shadow 的，他们也要被 review。他在面试你的时候，他也是在完成自己 career 上的一个 milestone，所以他们也是很紧张的。我问过很多 Google 也好，还是 Meta 也好，他们面试别人的人，我说你们面试的时候什么感受？他说我们也很紧张。如果面试的人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或者我面试你的方式会让你觉得我们很不专业，或者你觉得我没有 well prepared，然后其实是对他们的 career，甚至对他们做这个行业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然后，但是你刚刚讲的要不要做自己，一些方面你是肯定一定可以做自己的，比如说你的 passion，对吧？我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很有激情的人，那我会愿意去瘦出来。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容易情绪化的人，然后我要做自己的，你问什么问题，我可以马上怼回去这种。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可能成长的过程中，很不幸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变成熟，就是我们知道在某些场合下，在某一些状态里，我怎么样的表达会更符合这个社会对我的认知和需求。在这种需求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做自己，但是在 professional 的 setting 里面，你是可以在一些方向去做自己，你有一些方向也要很 professional。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大学，对吧？我们甚至没有大学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些工作经验，我们要去不停的通过我工作的年限去升职。我升职到 senior，我升职到 principal，我升职到VP，我升职到 CEO，可能不是升职了，但是我在这些变化里，不只是我的 skill 有了一些变化，它对我认知我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我正在说话的这些人，都是有很多要求的。像我现在，如果我们每一个项目可能要做20个，至少10几个不同的 review，针对的每一个人，针对的这个人群都不一样，有的是我的 peer，有的是公司的一些管理层，有的是公司很高职位的人，他们需要听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然后你在给他们 present 的时候，甚至你在跟不同 level 的人面试的时候，你要拿出你的状态也不一样。比如说你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你是完全可以完全做自己的，你想 emo 也可以，你想很开心也可以，你想说我抱怨一些事情，这都没问题。但是你在讲自己的 project 或者在面对对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展现出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那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是不是你自己？这就取决于你现在想要表现出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可能对一些公司来说，他可能会比较期待自己的员工在 professional 这方面是非常严肃，有很高的叫 authority。然后有的公司他会很 casual，就是我做到了公司的 VP，我也可以天天开玩笑，我也可以很 passionate about everything。就是你可能要去看这个公司的文化符不符合你真实的自己的性格。那如果符合的话，那皆大欢喜，对吧？你就做自己就好了。如果不符合的话，那你做一些稍稍的改变，去迎合这个公司的口味，之后你进入到这家公司，你根据当时的这个文化，未来2年后，你会不会变成一个你更喜欢的自己？如果答案是的话，那你可以先暂时不做自己；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又何必呢？不做自己也不开心，进去了以后你也成长不了。所以，如果像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想说，哎，我想进大厂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我想去看一下，一个十几万人的公司是怎么样去运行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哦，这个公司好 business，不是很符合我的想法，但是我想学习他们的这种运营模式。那我可以先不那么做自己，而是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更 business 的形象。我可以尽量不去跟他很开心的笑，我可以在旁边说，哦。对，那我很想倾听一下你的想法之类的。你可以去打造一个自己的形象，然后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能进去的话，你学到了一些东西之后，你再去评价说我喜不喜欢。然后所以说，可能你在不同的 level、不同的状态下，你需要展现出的自己是可能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考虑。你刚刚提到一点是说做自己，其实我一直认为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是 being true to yourself，所以我会觉得这之间是有一点小差别。就是做自己的话，你可能是说，哎，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去做，对吧？但是我觉得，我在工作当中我更理解到一点是，这个是对于你自己很真实，能够理解你做的一些决定是为什么。就是相当于认识到自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像刚才卢卡斯提到，可能在有的场合我应该如何去想，这个不会影响到你是不是 be true to yourself，因为不是永远这件事情你需要去表达，而是说在这个时候你的价值或者是你认同的一些东西，在压力下会不会被改变，在做自己上一层。上面来说的话，是你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自我认知以及自我的这种意识，而这个东西是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去改变的。对于我来说，这是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去做自己。我看到对话框里面有问的一个问题：怎么判断一个公司设计文化强不强？就是，首先有一些公司我们是知道的，比如说像我随便说几个，不代表任何公司的立场，比如说像什么 Airbnb 啊，他们可能蛮注重 design，然后像 Google 啊，他们就比较注重这个 engineering 之类的。如果一个公司我们不太了解它的话，可以去看看它的财报，它这个财报的组成部分其实就特别能体现它在做 decision 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可能要再往里面去看。这个每一个具体的组里面，他们的盈利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去运行的，这样就大概能感受到他们的 design 是不是被重视的，或者说 design 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那个 priority。在面试里面的话，首先面试这个30分钟1个小时的时间段，你很难去感受到一个公司的。就是文化是怎么样的，甚至你感受到的可能只是说从你的这个面试官的角度来说，他是怎么样。一方面可能在问问题的时候可以问相应这方面的问题，对吧？你是未来怎么看公司的设计的？那如果我有一个设计，我自己觉得很 proud of，但是公司说，哎，好像现在不符合我们的 priority 或者我们的 timeline。你作为老板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帮我，或者你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可以通过问题的方式，可能最直观的去表现出来。
还有一些方面就是他在去组成这个面试的时候，比如说他给你这个面试的流程是怎么样的，他是要做一个 portfolio，有多少人来参加，等等这些信息，其实也是可以去大概感受出来他对设计的这个文化的影响。我就给你举一个小例子，苹果它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公司，注重细节其实是一个特别能体现 design culture。我之前在做一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的 target audience 是2个 VP 和几个 director，然后他们坐在那边，我把这个东西放到屏幕上的时候，他们直接就是打断了我，然后说你没事儿，你先不用说话，我们看一下。他就跑上去了，指着我的那个 screenshot 上面的那个时间戳说，哎，你这个是9:07，你刚刚的那个界面是9:04，是说你从这个界面到下一个界面，用户要完成事情的 average 的时间要至少花3分钟嘛。他会很注重这些小的细节。那你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如果他关注的点一直都是说很多小的细节的话，那可能他对 design 是有一些执念的。那如果他问的一些问题都是，那你有没有做别的一些 alternative solutions？你有没有去考虑说，哎，你做这个东西会对公司现有的用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他可能是比较注重 business。我说的也不完全是一个很具体的方向，就是你在听他讲的过程中，和你这个项目的 focus 的方向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一些这个公司的 design 这个文化是不是一个 priority。可能我在跟一些公司面试的时候不点名啊，就是他对 design 整个是不 care 的，然后他一直在问我的是，我怎么样跟 engineering 合作，我这个东西做出来要怎么样，我做了什么样的取舍，然后但是可能完全没有对我给他看的 design 有一些任何问题，那可能就是说明这个公司它不是很重视具体到 design 的东西，它可能更重视的是你能不能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它有别的一些侧重点，但是没有好坏了。我们讲说公司文化其实都没有好坏，就是契不契合。所以公司在发那些拒信的时候，他说，哎，not the best fit，他从来没说，哎，你不好，所以我们不要你。然后其实都是说没有 best fit，我觉得也不用太介意。然后因为确实，这些侧重点都很不一样。像我经常去在面试的时候，我也是自己会带着非常固定的目标。我们现在 design system 很薄弱的话，那我再去招人的时候，我会很去注重他有没有 follow 之前公司的一些 design system，或者甚至他自己有没有一些maintain 这个东西或者 improve 这个东西的一些经验。我在看你的东西提问的过程中，就会透露出很多我在意的点，这个就可以看出我这个 team 里面现在对 design 的一些想法。这个也是一个 interview 的小技巧，就是你在准备你的 portfolio 的时候，尽量留很多的空间去让对方问问题，因为一方面问题是一个特别好的体现你懂什么、你了解什么和对方在乎什么的点，这个才是面试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你拿出任何一个人的 portfolio 都可以去 present，我拿出任何一个 portfolio，我练个2、3遍，跟那个做 design 的人聊个半个小时，我就可以去 present 这个 design 了。然后经常比如说我请了个病假，我的同事就可以 present 我的东西，就是 portfolio presenting 还 OK，比较难的是那些 critical 的想法。我的 portfolio 只有10页不到，几乎每一次如果有单聊的话，都不会过到第3页、第4页。就是你可以给对方看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问对方，哎你对什么感兴趣？对方提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对方 design 的文化。如果对方什么问题都没有，说哦，你就继续讲吧，继续讲吧，很有可能 design 就不是很高的 priority。我可能补充2点，一个就是说，面试的过程当中，你要去面试这个团队。很多时候，其实，在面试的时候，你可能面到最后一轮，其实你是有机会接触到可能这个公司的 CEO 啊，或者是比较高层的一些领导。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问他们，哎，你们平时是怎么做决定的？包括甚至是设计的一些环节是如何影响到你商业的一些决定。尤其是我会很喜欢去问一些跨团队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会去问 engineer 或者是 product 的 lead，我会问他们，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设计扮演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啊？你们是怎么影响，比方说设计团队去做决定，甚至包括设计团队的决定到你们这儿会影响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另外一个，我其实觉得很好去关注这个公司
有没有这种 design driven 的一个文化，是去看他以往的一些发布会或者是一些活动，你可以看出来，哦，他一般是由什么样的人去做这种活动，有没有一些比较比方说设计师或设计团队来讲，他们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思路啊方向，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了解，哦，这个公司他们文化怎么样，他注不注重设计。就面试一家公司之前，甚至申请一家公司之前，去了解它的文化太重要了。就是小公司的话，或者是中小型公司和正在蓬勃发展的这种0到1的公司，甚至说1到100的这些公司，它的 size 在那边。然后，但是那些很大的公司，其实它更注重的是文化，它不是想招一个说这个多有能力进来以后干活多快的人，它是需要一个 team player。能融入到自己的这个文化里面来的，甚至说看你未来5年、10年的这个 potential，我能不能帮助你成长？因为我帮助你成长了，你才会开心，你开心了，你才能长期在这儿待着，你待着，我们才能共同让这个公司的未来越来越好。然后对于可能一些小一点的公司来说，他们需要马上有人来做东西，因为可能火烧眉毛这个东西下周要发布，我马上要去投入到工作里面来。那这种公司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聊文化或者一些长期的东西，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在不同的公司的这个背景下，可能真的要去看这个文化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对于大公司来说，真的太重要了。就我之前跟那个 Netflix 聊的时候，他们的那个 recruiter 直接丢过来一个网页，那个网页几千字，就是在聊他们的文化的。然后但是真的很有用处，就是你读完这些东西之后，你再去跟他面试的时候。哦，甚至我之前跟 Salesforce 聊的时候，我很喜欢 Salesforce 这家公司，就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很强，他们会提到很多，比如说 sustainability。我在做一个 design 的时候，因为他们会影响非常多的数据库和影响所有的这些 business 的中小型也好，大型也好。那他在做一个 decision 的时候，他不仅会考虑说我是不是 human centered，我是不是 friendly，他同时要考虑我对环境有没有影响，我这个长期来讲20年后还能不能用。这些文化都是你在面试中，我看了这个文化，那我就会在讲我的 portfolio，甚至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我会更倾向于去跟你聊这些领域的东西，就会让你有更大的那个 chance 说，哎，这个人好像很有意思。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讲 portfolio 的时候，第一轮面试其实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你们会建议说是去讲最重要的一个 function 的那个精彩点，还是说我们去讲一个 broad view，就是说讲这个整体的这个概况？你们更建议 prefer 我们会去用哪一种方式去 present 你的作品呢？我会觉得就是从面试上看你在哪一轮，就是如果我觉得是在比较早期，或者是比较刚刚和你的 hiring manager 有一个接触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些比较笼统一点，比方说，哎，我的一些设计思路，包括我的一些 impact 是哪一些。如果我觉得是比较后期，应该是去选择和这个公司更相关的。尤其是从 storytelling，就是你怎么样去讲故事这一点来说，因为你在前期应该对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团队，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一定的了解，你可以去找到比较契合的和他们匹配度比较高的一些项目，或者是一些匹配度比较高的 design decision 也可以来去深入的去讲。里加2个点，第一个是就是 portfolio 不是 case study。我作为一个 interviewer，我结束的时候，你的目的不是让我买你的产品。经常有一个误区，就是一个 designer 会跟我讲很久这个产品为什么有多好，它现在有多火，在某一些改变之后，它现在有多好用，用户有多喜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结果，这些结果重要，但是可能一句话就够了。我希望看到的是你学到了什么，你改变了什么，你尝试了什么，以及你真正做的这个 design 里面的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如果你成功的说服了我说，最后我觉得哇，这产品真的好好，我面试完我就想去下载用一下，或者我就想去买一个试一试，可能是一个好的结果，但这对你的面试可能没什么帮助，因为一个产品一定不是你自己的功劳，甚至你在说完这些之后，我会开始想，哎，那你做了哪部分？我就会进入一个 prejudge 的状态，就是你说了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挖出来你做的是哪部分，你做的那部分好不好？这个会有一种从大到小，可能不是对面试那么有帮助的，反倒你从小往大讲一个很细节的东西，你是怎么改变，最后它对整个产品的影响，可能我会更喜欢。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刚刚 Peter 说，就是不同的面试的阶段，如果你跟面试官的关系已经是面试过一次了，或者聊过一次了，或者你们是那种 in person 比较 casual，甚至有过一些 lunch 之类的话，其实你可以问对方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东西拿出来，你说我有这4个项目，哎，我对这2个我非常骄傲，这2个我觉得跟你们公司很适合，你们想听哪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friendly 的一个 approach，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听到有人问我说你想听哪个，我会针对我现在正在招的这个人有一个偏向，比如说我招的这个人就是要处理很多数据，那我就想听你那个你跟数据打交道的那个东西，你有没有那个 sense？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给我讲了一个完全 flow 的东西，我可能还会有那边的问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又知道了你在别的方向可能有一个很强的，我可能会把它记录下来，但是还是对面试最后不会有最直接的 impact，就是也可以试着问一问，对，那刚刚有一个听众就是私聊我，啊，然后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特殊，我不知道 Lucas 或者 Peter 有没有相关的经验。他嗯。是问，请问硅谷大公司怎么对待高功能自闭症或者 ADHD 的这种类型的设计师？你说这个硅谷大公司，我觉得这个定义比较广泛一点儿，就因为其实，首先我不能代表硅谷的大公司，我甚至不能代表苹果的想法。我们刚刚其实有聊过一点，就是 team 的 diversity，它其实是 team culture 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状态，甚至身体不同的一些状态的人，他们都会在 design 的 team 里去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苹果的话，我们的用户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人的，这些人他是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背景的。那我们在为他们做设计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有不同的人，你是亲身的经历也好，你是一些 research 的 outcome 也好，还是你是一些通过比如说业界的 standard，甚至是比如说欧盟或者美国、加州、中国、韩国、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的法律的规定也好，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我们是要去关注到、考虑到的。所以他们是会很大程度的 contribute 这个 team 的 diversity 的完整性。diversity 越好，那你整个 team 的 productivity 就会更好，你的 product 就会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有越多的背景的人参与到设计的过程中，就会看到更多的问题。我们不能说最后会做出一个更好的东西，像刚才 Peter 讲说，可能做出一个 feature farm 来的是每一个功能都有一点，但是你意识到这个问题。和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做了一个决定是不关注它，这是两回事儿。我意识到了很多问题，当我 prioritize 我的产品之后，我的这个产品是有不同优先级、不同的最后的结果的。那这个结果是我们去接受的结果。那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 improvement，我们可能去 support 更多不同的情况。像现在苹果一个很重要的 initiative 就是去 support 不同的 disabilities。然后 accessibility 的，如果你们是用 iPhone 的话，或者用 MacBook 的话，你打开它那个 accessibility 的功能下面，其实现在有差不多上百个不同的功能。然后甚至苹果的 value 里面，它的 culture 里面也是有 define，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确实，它也帮助到了很多人。我们在去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很感动。然后甚至我们自己的餐厅里面的一些设计，都是去满足很多不同大家的一些需求。这些需求最后也会 expand 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甚至我们用户的身上。我觉得每一家公司，不管它是不是硅谷大公司、小公司还是科技公司，都应该去满足，或者都应该去多接触这些东西，接受它，并且把它当成自己 design process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现状的话，我自己个人看到的是，确实是有很多的关注，但是真正具体到一件事情的话，一定是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有做的很好的地方，但是整体的 direction 是一定会要更关注这方面的。确实，这个问题还蛮大的，就是像卢卡斯说，可能我们都是代表我们经历过的这些公司的一些经验吧。我会觉得有一件比较好的，就是说设计团队有在越来越关注，像在之前在
Google 的话，我有了解到，就是他们会专门有个 team 去了解所有的 accessibility，那去使用一个产品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关注到和照顾。我们也在说科技就是创造了一些距离吧，就有很多人他可以 access 科技，和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 access 科技。比较好的一个趋势是在这个文化也好，或者是在我们设计当中也好，有更多的去考虑到怎么样变得更加 inclusive。像 Google 之前有推，比方说那个纸壳板做一个 VR，对吧？那可能很多地方你没有办法接触到昂贵的 VR 设备的时候，如何用一个很简单、很便宜的设备来体验，来了解到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我觉得很高兴会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项目，有很多一些初创公司也是关注在一些小的一些群体。刚刚说这个也是整个 expand 了这个 scope，就确实是每一个就超级多的领域，我们想到的没想到的。然后我刚刚查了一下我那个 disclosure，然后我好像可以分享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前两天刚刚有一个 designer，他是就是 ADHD，他跟我们分享，他是自己有这个，大概就是说，你如果看到一个界面，你点开一个 app，这个 app 它是有一个渐变的效果，它会变大，但是它变大的这个过程中间会有一些动画，这个动画会让他分心，会让他完全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甚至会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就是这个 designer 带着我们的那个 disability 的团队，他是一个 ambassador，创造了 iPhone 上面现在的那个禁止animation 或者减少 animation 的那个功能。所以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有这些 designer 他们进来，甚至被很重视的方式去影响到我们已经每天在用的产品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上其实是非常 promising 的。我觉得 designer 其实都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就是这些是很有意义的。作为 designer，我们这个工种应该去关注到的问题。很感谢 Lucas 今天来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一些观点，对，也很感谢所有的小伙伴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